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好吃的和风洋食料理啊，它叫 Chicken Omelette， 中文是鸡肉蛋堡饭。那这个蛋堡饭其实我很久以前有介绍过，我想要再仔细一点。这一次我会介绍几样不同种类的蛋堡饭的做法。 还有介绍做蛋堡饭时候适合的一个炒饭，那这样的话做这个炒饭，然后用蛋包起来就可以做出来很好吃的蛋堡饭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 好，那现在就要开始做蛋堡饭。
好，这样子就美味的蛋包饭完成啦。因为加了蛋汁，那动作就要快一点，所以我没有边做边一直仔细的样子解释啊，用这个步动作给各位看一下。假装这边有蛋汁，可以先搅拌，然后先做成像有一点 scrambled egg 的感觉，就是半熟的样子的蛋汁。那个时候你可以把这边开始移到前面，这个时候你的锅子你可以稍微弄这样 ，OK， 那就它会自然会自己移到前面 ，OK， 然后到了前面时候你要把这个蛋让它到更前面这里 ，OK， 你要更前面这边，然后我通常习惯是用这个筷子，然后这边。这样子敲一敲，这样，所以大概这边是45度，然后这个筷子就是从正上面打一下，这样就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出来嘛，然后打一下，这样子出来，然后出来以后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筷子。或者是锅铲插进去，然后让它另外一边跌倒就好了，所以就很单纯，你就把它这边让它跌倒这样，然后跌倒以后，你再移到前面，然后再加热一下就可以了。所以基本上很单纯的动作，但是火的大小也是要好好控制。这边其实不用一直控制，锅子一直放在瓦斯炉上面，然后火大小一直关心的话，锅子里面的蛋已经熟了，所以火大小其实不用一直调整，你先这个锅子的距离自己控制，这样的话火力也可以控制。所以如果太快熟了，你可以把它稍微离开。那如果还要加热一下下，那你就放回去就可以了。锅子的大小我是用这种小的，大概20公分的小锅子，像这种大的锅子也是可以做，就是你只要用这边就好了，所以就让它挤在前面一点，然后剩下的动作都是一样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准备另外一种蛋包饭，先做蛋皮，然后把饭包起来。这个做法的话，皮可以稍微加热久一点，所以如果怕吃太生的蛋的话，可以做这个方式。然后这个方面学会要记得，锅子要这样子逆手这样子拿，然后这样反过来。OK， 那这个反过来的时候，你要稍微把它，你先慢慢的滑到前面，这样慢慢来，然后让它自然这样，可以看到吗？好，这样子就另外一种蛋包饭完成啦。如果刚刚前面做了2道还是不习惯，没办法做，但是你想要吃这个滑嫩口感的蛋包饭，那没关系，这个是我觉得最简单的。
你看这样的话，最早做的这个跟刚刚做的这一盘都长得很像，所以那么辛苦做这个欧姆蛋，然后还是要切开，这个是一个表演。像厨师像日本人这样子表演出来，然后让客人看。如果觉得这样子太费工太累，那没关系，你可以直接第3个那个样先弄起来，看起来就完全一样的。3道全部做完了各种不同的风格。那我还是要吃最早做的蛋包饭，因为我没办法吃全部。哇，好累！我刚刚因为一直要抓角度，因为通常在厨房做的话就自由的样子移动，右边、左边、上面就可以一直动。那这边的话还是要这个很小的这个可以拍起来的地方，然后还要做，所以就我感觉这个要有一点酸酸的。好，反正3个都做完了，那就我终于可以吃的挖出来，非常的丰富。这个给大家看一下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这个蛋真的滑嫩，然后里面那个的炒饭，番茄系列的饭嘛，然后跟蛋一定很棒的，所以就一直吃非常好。我有点了红酒炖牛肉的酱，可以加上多一个风味，所以这个整个吃起来非常完美的组合，太棒了。那各位看到像这些做法，哪一个是自己觉得比较习惯？不一定要勉强做这个欧姆蛋，所以重点是大家就要轻松开心做料理的。谢谢。